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相信很多朋友买东西前，都会先在网上找找看看其他人的评价吧。比如呢，买爱马仕之前，对于包款、皮质、颜色等，很多人可能都会先看一些测评。如果看到别人说某一款非常的好，非常的 nice， 那自己也会好奇，想买来试一试。但是毕竟呢，每个人观点都是不同的，东西好不好，真的还是自己用了才知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爱马仕的4种网上评价非常高，但是我用过之后却觉得很失望的皮质。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那么先来说说爱马仕最让我失望的皮质第1名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TC 皮。TC 皮可谓是除了 Togo 和翼皮之外最受欢迎的皮质了。自从问世以来，真的是收获了各种褒奖之词，比如抗造耐用、休闲大气，还有触感，感觉手感非常的柔软，并且它是越用越软。在各个渠道听到这么多人对它的赞美之后呢，那我总结下来的就是2个字：买它。所以我陆续也买了好几只 TC 皮的包，像是 Birkin， 然后还有 Kelly、保利的令底、菜篮子，这些我都有买过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只吉普赛，就是上次我在不好用的爱马仕那期中稍微吐槽过的那只。很多人说 TC 皮跟 Togo 皮非常的相近，但是我用 TC 皮用的越久，就越来越能感到很失望，反而呢 Togo 皮才更加符合我的喜好。首先呢，就像我在吉普赛那期所说， TC 皮的自重是比较重一些的，我觉得呢，这可能是跟它的厚度是有关的。我面前摆着的2只 Birkin 30和 Kelly 28，那么这2只呢是 TC 皮的，这2只呢是 Togo 皮的。给大家做个展示哈，如果你同时摸一下这2款皮革的厚度，就能感到 TC 皮明显比 Togo 皮是要厚的，就是摸起来有那种厚实耐用的感觉。再把2只包我们拎起来，确实TC 皮也能感觉到是要稍微重一些的。25厘米尺寸的呢，其实还好，差别不会那么大，但是越大的包就越能明显感觉到它们的重量的差距。听说很多人喜欢的就是 TC 皮这种厚重感，觉得非常的踏实，非常的安全。但是我本身胳膊就是也没有啥太大的力气，却喜欢稍微大一点点的包，所以轻便的 Togo 皮或者是翼皮对我来说会稍微友好一些。另一方面，因为 TC 皮本来就比较重又比较软，而且是越用越软，所以它的包型真的是能以肉眼可见的这个幅度塌陷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这只30厘米的 Birkin 在新旧程度相当的情况下，这只 Togo 皮的包型依然保持得非常的好。但是这只 TC 皮的呢，就已经有点开始向横向发展了。这么比喻可能未必恰当哈，但是我自己感觉就真的有点像腰间的那个赘肉一样，有这种小波浪形的曲线。28尺寸的 Kelly 呢，这2只看上去差别还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是 TC 皮这只 Kelly还是能稍微看出来是有一点赘肉感了，不如 Togo 这只线条看上去这么顺这么流畅。但是 Birkin 和 Kelly 的这种变形方式还不是我最难接受的， TC 皮的保利斗才是我个人最难接受的。保利斗对于我来说呢，最亮眼的地方在于它本身贝壳这个形状还带有一种商务休闲的气质，但是 TC 皮的保利斗不仅这个贝壳形状已经看到没有，就是扭曲的快看不出来了，气质上也像是被生活重担压垮了一样，有种垂头丧气不精神的感觉。所以 TC 皮的保利斗是我买过最失望的一款。那么 TC 皮对我来说就没有好看的包款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像 TC 皮的令底，然后还有菜篮子，我就是非常喜欢的 TC 皮的这种柔软的皮质，非常好的把这2款包的休闲感体现出来了。我觉得 TC 皮跟他们的包型设计真的是完美的结合。客观来讲呢 ，TC 皮真的是优点很突出，毕竟它手感柔软，然后耐磨耐用。有人说它呢，就是说沾上水非常容易起那种小水泡。
其实我个人使用下来呢，觉得也不会沾上水之后，只要你马上把它擦干，也不是会有太大问题的。但是呢，从主观上来讲，我还是对 TC 皮容易外扩变形这点感到是非常失望的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对包有点身材焦虑？但毕竟每个人审美不同嘛。我所说的缺点，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呢都是优点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觉得 Birkin 和 Kelly 身上要的就是 TC 皮这种松松垮垮的休闲感，皮革得越用越软才是好皮革。像我平时都要把包就是里边塞得满满的，然后放回箱子里躺着保存，就是为了防止它塌陷或者是外扩。但是我那个朋友呢，跟我是完全相反的，就算是新包，他也专门要动手去把就是这两边的这个包翼就这样给扯出来，就是扯得越往外张，他就觉得越好看越开心，就是像掐小朋友的脸蛋的那种感觉，那种喜感，心情的喜悦只有他自己能体验得到。所以说呢，选皮革，还得根据自己的喜好，不可以盲目听从别人的观点。那接下来这款让我失望的皮质呢，就是和 Togo 皮人气不分上下的 Epson 皮。听到这儿，有些朋友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，想说，哎呀，刚才你说 TC 皮又重又变形，不喜欢，那一皮那么轻那么硬，你怎么还不喜欢呀？怎么这么事儿多呀？先别着急哈，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一皮的，除了因为它轻便，然后又硬挺之外呢，它也是不容易划伤的，是非常耐用的一款皮质。但是它优点虽然多，在我使用之后，有些方面我还是觉得有一丢丢的失望的。首先，包身硬挺，我虽然是喜欢的，但是呢，连包盖儿这么硬，我就觉得有一点麻烦了。就是这样开启的时候，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硬。相信呢，很多朋友刚拿到一皮 Birkin 或者是 Kelly 的时候，都感叹过，哎，这个包盖怎么这么硬啊，这么难打开啊？真的是，而且这个硬度并不是会随着你的使用次数而变得软一些的，多少年后它依旧还会这么硬朗。如果用 Birkin 的话呢，其实还好，反正一直敞着盖嘛就行，也不用说每天都这样就是开开合合。但是外缝的这个 Kelly 就非常的麻烦，我每打开它一次包盖都会担心这个就是说皮刮到金属，如果太用力的去掰的话，又担心把皮给掰出褶皱。虽然说包嘛，无非就是拿来用的嘛，应该大手大脚的放心用，但是我潜意识里肯定还是希望不要对它造成不必要的伤害，因此每次开关包盖都会不自觉的，就是心里会谨慎起来。所以包盖太硬这一点，我是真的挺不喜欢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越来越觉得 Epson 皮的压纹，怎么讲？压纹这个纹路不太高级。大家都知道，一皮的纹理是人工压制而成的，可能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这个纹理的手感跟其他很多品牌用的普皮的皮质是差不多的。比如说 Prada 呀、MK 呀，甚至更亲民的一些小品牌，像小 CK， 我都见过有非常相似的皮质，而且价格呢还低非常多。这样看来的话，在爱马仕买一皮就会感觉没有体验到它品牌独特的那种质感。那同时一皮的显色呢，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，因为一皮在制作的时候是先在皮革上喷涂颜色，然后再人工压上纹理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话，可以发现就是它皮革上凸起的这个小颗粒和它凹下去的那个部分，颜色会呈现出亮面和亚光两种不同的颜色效果，所以显得颜色不够饱和。如果像这种深色系其实还好，但是如果像这种很艳丽的颜色在一皮身上，总感觉有一点像塑料一样。总的来说呢，一皮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够高级。我个人是尤其不喜欢一皮康康的包，可能我觉得康康这种圆润的款式会更加适合比较圆润光滑的皮质，这样才能衬托出一种饱满复古的感觉。而且一皮用在康康身上就显得有点像一个玩具，就是气质上总觉得差点意思。当然了，虽然我对一皮的以上几点稍微还是有一些失望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它的优点是极其突出的，实用性也非常的强，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一皮的。那第三个让我感觉失望的，
也是我基本不太愿意买的皮，就是 S 皮。它是显色非常鲜明的一款皮质。首先，它的显色呢是非常美的，尤其是能够把浅色系，像这支粉色呀，还有白色呀、黄色呀之类的颜色，显得非常的鲜亮和娇嫩。深一点的这种蓝色呢，也可以显得非常有光泽和质感。其次呢，它的纹路很细腻，手感超级好，就像小宝宝的皮肤一样，滑滑软软的。所以 S 皮呢，在我眼中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，又滑又软，然后又嫩。那既然是一个 baby 呢，它肯定也是需要额外呵护的。由于表面太光滑，所以 S 皮是比较容易被刮花的。那在我看来，这种娇嫩的颜色上，如果有一些划痕的话，就会额外让人感觉好像它伤痕累累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哇很心疼啊。我之前呢还入手过 S 皮的钱包，那可能算是我买过最不合逻辑的东西之一了。因为那钱包肯定是经常要跟钥匙呀，还有口红啊这些小物在一起放在包包里打架的，所以我把一个崭新的 S 皮的钱包在包里放了几天之后，就已经发现上面有好几条划痕，看着真的特别的郁闷呀。所以我又专门给它外面套了一个小袋子，才敢放进包里边去。每次掏钱就觉得很搞笑，我得从包里掏出袋子，再打开袋子把钱包拿出来，哎呦，那叫一个费劲儿。还有，就算每次就是开关钱包，都担心那个指甲会不会刮到它，真心是太麻烦了。所以我后来干脆把它换掉，换成了这个一皮的钱包。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就这支真的是用了可能大概3年左右了，都用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合也合不上，然后前面这儿也弯了。虽然有一点松垮，但依然不会觉得面目全非，伤痕累累，感觉还能再用个几年吧。对自己太抠了，不舍得换新的。所以买钱包真的是推荐大家选一皮这种坚固耐用的皮质。那 S 皮呢，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挺难忍受的，那就是它跟 TC 皮有一样的问题，由于太软了，所以比较容易塌陷。它跟 TC 皮的塌陷的地方呢还不一样，TC 皮是那种横向外扩，而 S 皮呢是往里边凹，就像人就是又拿人做比较，人瘦了之后就是那个脸凹进去了，褶褶皱皱的那种感觉，看起来一点不精神不美观。所以就是说，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失望的。可以看看我前面的这2只 S 皮的包，就是做一下对比。粉色的这一支呢，是新一些的，所以包型呢还是算比较完美的。但是蓝色这支呢，其实是稍微用过了几次，就可以看出来它这种往里就是有一点内凹的感觉。另外呢，我之前为了方便装东西，还在 S 皮的包里放过内袋儿。其实它的皮质放内袋儿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唯独 S 皮太过薄了，所以内袋儿在里边放久了之后呢，就可以从包的背面看到一条被内袋轮廓印出来的那种分界线。我当时看到这条线，就赶快把袋子拿出来了，怕继续放的话会产生永久的痕迹。所以总体来说呢， S 皮真的就是一个大 baby， 非常的娇气。还好呢，我一般不太会买娇嫩颜色的包，因此对于显色的需求并不是非常的大，所以 S 皮呢我买的还是比较少的。最后再跟大家顺便吐槽一下 Tadilacto 这款皮吧，相信这种 box 皮大家都是知道的。那爱马仕其实呢还出过跟它非常非常相似的另外2款皮，一款呢叫做 Sombrero， 也就是这一支，那还有呢另外一款就是 Tadilacto。它们都有着跟 box 皮一样的特性，表面呢就是极其的光滑，非常的有复古感，很好看，但也很容易被刮花。它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 Sombrero 比 box 皮要更加的雾面一些，也俗称为雾面 box 皮，而 Tadilacto 呢却比 box 皮更加亮一些。那在我看来呢 Tadilacto 这款皮是这3款皮质中我最不会去买的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。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刮花的这种皮质，却还把光泽感做得更加的亮面的话，那划痕就只会被凸显得更加的明显。
就像很多人以为亮面的鳄鱼会比雾面的鳄鱼更容易刮花一样，其实皮质特性呢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伤痕在亮面鳄鱼身上会看起来更加的明显一些，所以塔迪拉库头皮也是会比布库斯皮和松布雷洛的划痕更加明显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觉得在布库斯这类的身上，雾面还是要是比亮面更有高级感一些的，而且比较有复古的气质，所以我很喜欢松布雷洛和布库斯皮，而塔迪拉库头我个人是不太欣赏得来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4款让我感到失望的爱马仕的皮质，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呢？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期待在评论区听到你的观点哦。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